挺好，见前男友本就不需要什么好天气。好久不见，西西。想喝什么？我帮你点。不用，我是来还东西的。4年前你走得太急，我们之间该了结的一直没机会记清，今天一次性还清。当年的事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可以解释。没必要了，我已经结婚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彻底说清楚，以后不要再私下打扰我，我先生会介意，他会不开心。他对你好吗？我先生对我很好。是吗？可你不爱他，西西。我们在一起4年，你的心思我比谁都清楚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霍心，我在机场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？姐，霍心到底哪点好，值得你宁可与骑士集团继承人齐思年违约和爸决裂，你也要和他私奔？你知不知道你会后悔的？他值得我为爱奋不顾身。他去了美国，1000万和你，他选了1000万。爱不爱，他都是我合法的先生。我今日来见你，坦坦荡荡，只为了结过往，别无他念。如果你真的坦荡无憾，敢把今天见我的事告诉齐思年吗？西西啊，4年出差什么时候回来？你们夫妻俩好久没回家吃饭了，等他回来，你带他回家一趟。他后天回来，我问问他的时间。你平时多上心，多关心思年，别让他总奔波出差。你们结婚4年了，早点生孩子，稳固地位，这才是你最该做的事。对啊，结婚4年了，我和齐思年之间从来没有所谓的夫妻温情，孩子又无从谈起。你好像很意外，所以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？我以为家里没人，你的助理说你后天才能结束出差回来。计划有变，过来。穿着。这场始于利益的婚姻里，我唯一的价值或许就是乖巧懂事。你心情不好？你去哪儿了？出门见了一个以前的同学。男的，女的？女同学。是吗？还不起来洗漱？永远这样忽冷忽热，让人捉摸不透。我扶你去洗漱。齐总，监控已经调取完毕。太太昨晚6点37进入庭会所包厢，6点49离开，全程一共12分钟。包厢内部无监控，无法查到太太与霍心的谈话内容。你去哪儿了？出门见了一个以前的同学。男的，女的？女同学。
还有一件事，有狗仔拍到霍心与太太前后脚进入酒店的照片，热度还没起来，请问您如何处理？买断，清干净。倒是睡得安稳，没心没肺。狗男人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落泪，是因为他吗？74年，你慢点，我好疼。原来是我。喂，还没起啊？这都快10点半了，你以前可不会这样赖床的。你老公昨晚回来了？你老公也太能折腾了吧，居然能打破你的作息。一早找我，有事儿？是的，贝德那边撤资了，他们评估过后觉得咱们这部院线电影盈利风险太高，不愿意投了。我们现在得立刻找新的投资方。我知道了，我来想办法。西西，你干脆找你老公投资啊！几千万对齐总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纯属洒洒水。对你来说就是举手之劳，赚了钱还能还他，稳赚不亏。换个人选。为什么？这么方便的资源你不用？外人只看见我是齐太太，风光体面，可实际上众家全系依附齐氏存活。准确来说，在这段婚姻里，我早已卑微到底，处处受制，半点底气都没有，又怎么敢再向齐思年索取任何东西？他不好说话，早饭放桌上就好。有什么不好说话的？夫妻之间哪有这么多规矩？也不一定。你没去公司？没，累了，歇半天。哇哦！这什么？我哪没看过？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做饭。你当然不知道。你知道我什么？结婚4年，齐思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人？我从未了解过。吃完。虽然这是你第一次下厨，可我吃不了这么多，剩下的我放进冰箱，下午或者明天再吃，可以吗？不能。我不是太好说话。他在和我开玩笑。不，肯定是我听错了。该带你老公回来见见我了。你最近有空吗？我爸想让我们回家吃顿饭。最近忙，晚几天再说。好。电影需要多少投资？不用。我不差这点资金。我知道。我想先靠自己试试，能不能拉到投资。公司今年缩减影视预算，新项目一律不接，投不了。都市爱情片市场饱和，近2年10有8、9都在亏损，风险太高，我们不做。你没有院线指导经验，我们不敢冒险。太太，年底集团事务繁杂，先生近期会议和应酬密集，这几天都不会回家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齐总，这边的并购项目，我们这边是想采取。齐总，已经和太太通完电话了。会议延后。太太还有别的话吗？太太没有额外交代。给贝德陈震打电话。齐总，贝德影视老总陈震一直想方设法巴结您，您都推脱了。这次是因为有个项目想借他手投资。请问是仲熙然导演吗？我是华城影视的尹泰，我和几位合作投资人看完了您《暗恋进行时》的项目计划书，整体非常满意，我们决定投资。请问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们当面细聊签约细节。谢谢尹总，我明天全天有空。那我们明天上午10点，公司见。好，明天见。华城影视在业内口碑极佳，老板尹泰更是极少亲自对接新人项目，这次我一定要把握机会。恭喜！说实话，我一直替霍总、替仲小姐惋惜。没关系，这次我会把她彻底抢回来。西西，霍心回国，你是不是私下跟他见面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何止我知道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。你们昨晚在酒店前后脚进门的照片被狗仔拍了，词条已经冲上热搜了。霍心26岁，白手起家，3年前赴美打造的短视频平台，硬生生冲进全美 App 榜单前10，稳居福布斯青年富豪榜。他过往所有采访以及私生活都极度神秘，从不沾染绯闻。直到1月前，他首次松口受访，坦言心底藏着一位年少白月光。西西，现在全网对标你是他的白月光，你想好怎么应对了吗？一条热搜而已。可是齐思年年仅28岁，麻省理工 MBA 毕业，执掌齐氏集团数年，稳坐国内行业龙头，仅凭寥寥几张路透便封神全网。现在你私会霍心，万一他知道了，我能解释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仲熙然到底要作什么？安稳日子过得太久了，是不是？从小到大就叛逆任性，现在结了婚还不懂安分。你这女儿，非要把家里所有人都拖下水才甘心。抱歉，我可以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真的私自去见霍心了？我以前是不是再三叮嘱你，这辈子不许再跟他有任何牵扯？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已婚的身份？知不知道你今天闯了多大的祸？爸，我只是想彻底了结过往，跟他两清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心思，什么理由，现在立刻去找思年道歉，哪怕低头下跪，也要让他消气，绝对不能因为你的私事拖垮整个仲家。他手机关机，我联系不上他。那就一直打，打到他开机为止。你看不明白吗？他就是故意晾着你，现在已经动怒了。可我上午还有事。而且还有件事我瞒不住你了，业内有家主流媒体拿到了内部消息，齐思年打算跟你离婚，爆料今晚10点准时发布。我知道了，看样子只能去他公司找他了。仲太太，抱歉，齐总近期行程繁忙，这几天都不会来公司，您今天见不到他。终究你还是不想见我。西西，你见到齐思年了吗？情况怎么样？没有，他不在公司，我找不到他。外人总以为
齐思年当年不计较我私奔的过往，执意娶我，是暗藏情愫。可婚前齐思年早已明确告知我：一，我是他自幼定下的婚约；二，我是最省心、最合规的选择。4年婚姻，从头到尾只是交易与捆绑。可真当离婚将至，我的心底为什么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？齐总，芯片等其他网络均全部断开。好的，下去吧。3天了，怎么能断连3天啊？姐，你能不能稍微检点一点？思年哥要是因为这件事跟你离婚，仲家彻底完了怎么办？我的留学学费，以后的出路，是不是全都要被你毁掉？你身上穿的、用的、读书的学费、留学的资本，哪一样不是靠着我的婚姻换来的？靠着我委曲求全换来的安稳，让你衣食无忧。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指责我、教训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那些钱都是思年哥的，又不是你自己赚的。你不过是靠着婚姻沾光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婉芝，不许胡说！妈，你看姐她，你现在越发无法无天了，居然还学会动手打人！看看你这副骄纵蛮横的样子，也难怪思年执意要跟你离婚。我真搞不懂，我到底为什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叛逆、不懂事的女儿？早年私自跟人私奔，现在又在外惹是生非，毁尽自己的前程。行了，陈年旧事翻出来没用。西西，我问你，思年是不是真的要跟你离婚？我不知道，昨天到现在我联系不上他。西西，你千万不能跟思年离婚，你根本不清楚现在的市场行情。仲家这些年生意惨淡，全靠齐氏注资帮扶才能勉强周转存活。一旦齐氏撤资，仲氏立马就要破产清算，你可不能自私啊！离不离，从来不是我说了算。你现在打开微信，给思年发条道歉消息，态度放软，告诉他你愿意给他生个孩子，安稳过日子。就算我愿意发，他也根本不想要孩子。先发了再说，我看着你发。接，西西，我是火星。挂了，立刻给他挂了！把他号码删掉，以后不准再留他任何联系方式。要不要我直接换个手机号，彻底杜绝麻烦？并购价49亿，给你们3分钟考虑时间。同意当场签约，不同意本次谈判直接终止。这3日，齐总手段简直让我们佩服，合作愉快。后续流程，团队对接。齐总，这项目太过重大，需要全程屏蔽网络信号。但是，说是属下失职。3天前，太太与霍新先生在会所碰面的监控视频流出，全网发酵。如今各大平台都在流传您和太太即将离婚的消息，众广财恐怕这次不会放过夫人。去仲家老宅。这条消息我不会发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想这么没有尊严。夫妻之间过日子，谈什么尊严？生孩子维系感情，本就是理所应当。你从小到大就是太自我、太叛逆，什么时候才能踏踏实实听话懂事一次？我这4年还不够懂事、不够听话吗？你总要求我懂事顾家，那你呢？
上个月购入的限量鳄鱼皮包，挥霍的几十万，全部来自骑士补贴众家的资金，也就是靠着我的婚姻换来的。你从未为众家挽救过半分危机，只会肆意挥霍，一边靠着我吸血度日，一边把我踩进泥里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为人母。你简直大逆不道！爸，当年私奔一事，你连夜寻我，车祸致残，落下终生腿疾，这份愧疚我藏在心底数年，你是我最大的软肋。现在你也是这样想我的吗？这条消息你要是不发，就别怪我与你断绝父女关系。你不发，好，我来。快接，开免提。我问你，要不要跟我离婚？4年，怎么可能呢？西西她绝对没有这个想法，她只是……仲熙然，我在问你，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4年，你可来了！西西年纪小，性子冲动，不懂人情世故。刚才我们已经好好教训过他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他一个小孩子一般见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起来给4年道歉！我74年的太太，轮得到你教训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在这场风波里，生我养我的父母，血脉相连的至亲，无一例外，只顾家族利益，轮番对我施压指责？偏偏是只有一纸协议婚姻的齐思年站出来护着我。行了，孩子都成家这么久了，你也别总揪着小事数落他。是我们家里人太过急躁。4年，这件事儿说到底是我们家事没处理好，我替西西给你赔个不是。道什么歉？霍心是我让他去见的。他为什么要特意替我揽下所有事端？为什么？我让他赴约，彻底了结过往，归还旧物，斩断牵扯。我的人全程在外等候监控，他进场到离场前后一共12分钟，短短片刻做不了任何多余的事。原来还有这层缘由，都怪我这几日心急乱了分寸，一味焦虑，反倒忘了静下心听西西解释。西西，你也是，平日里遇事习惯自己憋着，这么关键的事情怎么也藏着不说，让家里所有人误会你。过来。过往4年，他也时常对我说这2个字，但这一次，我居然第一次这般贪恋他简短的话语。这几日我在封闭谈判芯片并购案，全程收缴设备，屏蔽信号，手机一直关机。你向来懂事，应该不会怪我失联多日。当然不会。既然只是误会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来都来了，不如留下来吃顿晚饭再走吧。不必，我素来习惯清静。好，是我们考虑不周。那下次你抽空回来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聚一聚。我结束谈判离开度假村不过短短时间，记者便精准堵门，显然是有人提前通风报信，刻意造势，想把这场绯闻彻底闹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区门口围了大批记者，都是冲着你来的，想要采访你。我知道你素来低调，极少公开露面，商业活动都一贯精简低调，如今却因为我的一场救人了结，被迫让你置身舆论漩涡。别怕，
我来应付。妥妥的绿茶白莲花，不用洗。圈内早就不看好齐思妍娶她，本来就是高攀的协议婚，早晚要离。换谁都忍不了，前任还能私下密会，这不离婚留着过年？要不是他一直吊着前任，霍心怎么会公开认白月光？恋爱脑没救了，离了齐思年，他这辈子再也攀不上豪门。你在这里等着，别出来。我跟你一起，事情是我引起的，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。你想好了，外面记者问题尖锐，你知道怎么应答。齐总，请问您是否打算和齐太太离婚？是的，您如何看待齐太太私下密会前任霍心一事？网传二人是协议联姻，毫无感情，是否属实？不会离婚，我太太与霍心见面，提前与我报备过，是经过我允许的私人了结。二人交谈内容属于我太太的个人隐私，我不便过多透露。齐太太是否在车内？方便出来接受一下采访吗？我的确私下见过霍心先生，但此次见面只为归还年少旧物，彻底了结过往纠葛。我自问坦坦荡荡，从未做过任何违背婚姻、对不起我先生的事，也很感谢我先生愿意信任我、尊重我、为我兜底。真正爱一个人，从不会把他推向风口浪尖，让他独自承受非议。我与我太太感情稳固，经得起所有误会与考验。霍总大可一试，到底能不能撬开属于我的人？给太太一瓶水。太太，齐总这3天封闭式谈判，全程高强度工作，加起来只睡了6、7个小时，一直没有休息过。齐总好帅啊，这发言简直掉炸天。真正爱一个人，从不会把他推向风口浪尖，让他独自承受非议。我与我太太感情稳固，经得起所有误会与考验。霍总大可一试，到底能不能撬开属于我的人？我看你就是当局者迷。好，照你说的，假设齐思年爱我，你觉得他会是那种为爱冲动、失了分寸的人吗？好像确实不像。这才是最透彻的真相。也是，齐思年这一生极致冷静，绝对理智，万事皆算得通透，从不被情绪左右。倘若他当人爱西西，只会低调妥善解决风波，绝不会在全网镜头前说出这般极具攻击性、公然挑衅情敌的话。也就是说，他今日替西西解围，当众护短，向霍心宣战，从来不是因为在乎他，反而恰恰是因为毫不在意。所以他维护的从来不是西西，而是齐太太的身份，是齐氏的体面，是他自己的颜面。对了，你之前是怎么收到齐思年要跟我离婚爆料的？CC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他的消息来源？没问题，查到第一时间告诉你。给我滚出去！
人揭传霍心温润儒雅，性情温和，这怎么不一样？你怕是新来的吧？霍心少爷心性果决，杀伐凌厉。如果和外界传闻的一样，根本不可能短短数年在海外商界站稳脚跟，一跃成为顶级新贵。据我所知，最近新闻头条的那位已婚女子，正是霍心少爷他惦念数年、小心翼翼呵护4年都不曾舍得惊扰半分的人，如今却被旁人理所当然的拥入怀中，公然宣示主权，肯定生气。4年了，你若是全然放下，毫无眷恋，何须珍藏旧物？更何须特意赴约，当面归还，彻底了结？我的确喜欢过你，但我已经结婚了。可你不爱他。爱不爱，他都是我先生。好好处理一下。他在生气。下不为例。我这次去见他是想要……我对你和你前男友的过往没有任何兴趣。果然是生气了，连我一句解释都懒得听。也是，整件事起因全在我。齐4年无故被牵连进私人绯闻，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为我收拾烂摊子，他有十足的理由动怒。我去见霍心，只是想把他以前送我的所有旧物全部归还，彻底斩断过往，和他干干净净划清界限，没有别的心思。齐太太，从你和我两正结婚的那天起，你就已经和他彻底划清界限了，不需要多余见面，多余了结。既然不打算离婚，就收好你对他残留的所有感情。他竟然以为我还对霍儿秋情外苗。谁跟你说我对他还有感情？我4年前就不喜欢他了，你不要随便揣测我、侮辱我。对不起。说清楚。你先放开我，这里不方便，有什么话等你洗完澡我再说。我口渴，想喝水，你先洗澡。这么久，他应该早就忘了刚才尴尬的闹剧了吧？我还以为你打算在楼上浴室住一整晚。过来，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。我刚才想说的都说完了，在你心里，我到底有多蠢？被人放弃一次，还能对别人念念不忘，我看起来很像恋爱脑吗？起码现在不是。这结尾还不如不结。我当年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算了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没必要再提。我这次私下见霍心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懂仪式感吗？大概了解。我是仪式感很重的人。当年霍心毫无预兆，一句话没有留下就骤然离开，对我来说，一直缺一场正式的告别。
所以你心存遗憾，执意要见面了结？不是，我对他没有半点遗憾。我去见他，归还旧物，只是想给年少的被困在原地的自己一个彻底的交代，仅此而已。既然坦荡，为什么瞒着我？怕我阻止你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你会这么成熟大度，愿意理解我护着我。我只是单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说到底，我们之间本就不算太熟，没必要事事报备。你今天也累了，早点休息。齐思年，怎么？抱歉，我不该瞒着你私下赴约，让这件事发酵成舆论风波，打了你一个措手不及。还不至于措手不及。那你今天为什么还要这么尽心尽力帮我？你觉得呢？以后我会安分守己，好好做你的齐太太，不会再惹出这种事端，让你丢面子，惹麻烦。知道就好。所以，你是打算用这种方式跟我赔罪？我不是，我只是不小心。算了，你就当我是刻意的，算作跟你赔罪，好不好？是不是真心赔罪，要看你有没有足够的诚意。完了，好像一时冲动，给自己挖了个坑。前男友很好看。你醒了？我不是在看他，我在查这件事儿。我怀疑当初爆料的视频是霍心放出来的。总算发现的不算慢。你早就知道了？那你之前是不是怀疑我派人跟着你？你没那么无聊，想问我怎么知道的？齐总，霍心那边正式回应采访了。齐总当众宣战，盛情相邀，我自然奉陪到底。我给他打电话，彻底说清楚。你还有他的电话？我早就删掉了，但是我有办法联系到他。你们上次见面说的还不够清楚。齐太太，不许再联系他。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。你说。他今天戴的那条项链，定情信物。
你怎么知道？你以前带过《小王子与玫瑰情侣款》，不难辨认。既然你知道，我就不多解释了。我怕他会拿这件事持续造势，刻意炒作。你提前有个心理准备。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是你。看样子，你们过去所有的旧事，他都会一件件翻出来做文章。齐太太，你会倒戈吗？不会，就算没有这场婚姻，我也不会。他向来是感情里的完美主义者，眼里容不得半分瑕疵。霍心步步算计、刻意纠缠的模样，早已耗尽了他年少所有的念想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仲导您好，我是尹泰，想请问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想和你当面细聊一下项目投资的相关事宜。好的，尹总，我这边时间自由。今天可以吗？这还是我和他成婚以来7、4年第一次在家休假，我都不自在。7、4年亦是如此吧。仲导，好。请进。我约了华城传媒的人谈电影投资的事。几点结束？4点。等我几分钟，我刚好要出门，顺路送你。好。仲导，说实话，看完你的《暗恋》这个本子，我很有共鸣，让我想起自己18、19岁偷偷暗恋的少年心事，特别打动人。谢谢尹总认可。故事足够真实，代入感极强。我冒昧问一句，这么细腻的暗恋视角，是不是仲导你本人的亲身经历？抱歉，我没有窥探隐私的意思，只是我一直觉得，电影创作者贵在真诚，敢于抛开自己，倾注真情，才能拍出好作品，没必要避讳。我很认同创作者需要真诚。这个剧本的很多细节，我确实反复打磨修改，倾注了很多心血和情绪，但它并不是我的个人故事。原作是西影一名研2的男生。原来如此。既然本子质量过硬，投资没有任何问题。小成本文艺片经不起拖延，我希望剧组可以尽快筹备开机，抢占明年的暑假档。我明白，回去之后我立刻对接制片人，推进筹备工作。那我们今天直接敲定合同。仲导，合作愉快。多谢尹总，合作愉快。霍总，合同已经顺利签好了，可惜您没办法亲自到场。辛苦尹总，现在还不到我出面的时候。就这套，定下来。我要的是离他最近的位置。仲小姐，我拜读了你暗恋你的剧本，质量绝佳，不
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线下细聊一下影视投资合作。多谢陈总赏识，实在抱歉，我刚刚已经和华城传媒完成签约合作了。太遗憾了，那仲小姐下次有新项目，可一定要优先考虑我。齐总，我这边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啊。无妨，麻烦陈总了。不过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哟，看来咱们西西是真抢手，人有人争，项目也有人抢，牌面够足啊。你输了，服了。你打球能不能有点乐趣？每盘3两下就结束，你不无聊，我都看得无聊。活该。没人能从我手里抢走人。霸气，够拽！前几天听会所，我亲眼看见仲熙然跟霍心见面，当时我还特意给你打小报告，本来以为你会顺势发难，干脆离婚，没想到反倒激发了你的胜势欲。你本来就不喜欢他，何苦费这么大精力折腾这么多事儿？靖哥，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？别带上我，只有你问得出这种没脑子的问题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骂人是吧？严亦可，这不是仲大小姐吗？你现在背靠齐总，连贝德的投资都能轻松拿到，怎么还亲自屈尊来华城抢资源？你混娱乐圈这么多年，倒是越混越退步，现在连一手消息都打听不到了。贝德的陈总亲口说要把我电影的投资挪给你，这难道还不算背靠老公走捷径？陈总，严导，仲小姐那边已经敲定合作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聊聊你的项目投资。好，打脸疼吗？行了，这次是我误会你了。你这什么态度？齐思年一般极少主动给我打电话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谈完了吗？我过来接你。刚刚谈完结束了。你要是忙的话，不用特意过来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可以，不麻烦你的。好，那我在门口等你。大学时期的仲熙然，骄傲张扬，气场凌厉，向来颐指气使，永远高高在上。什么时候这般温顺乖巧，可以迁就回来？看来网上传言不假，豪门太太的日子确实不好熬，处处都要小心翼翼。你不懂，面对我先生，我就忍不住乖顺。大概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吧。多年不见，仲熙然你别的没变，茶艺倒是愈发精湛。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经商立身，最忌张扬，低调才是本分。你前段时间当着一众媒体放出的那些话，
狂妄张扬，生怕别人抓不到你的把柄，揪着齐家开刀是吗？这次是我放肆了，可能这就是爱情的魔力。我刚才在门口说的那些话，不是玩笑，只是当着外人的面想维护一下我们的婚姻和关系，不想让人看笑话。抱歉，这次的事是我连累你被齐叔叔训斥了。我以后不想再从你嘴里听到抱歉这两个字。好。西西，你男主有选好吗？男主我倾向黎城。我也知道他最合适，但咱们预算撑得住吗？总共5000万成本，演员片酬封顶2000万，超了制作费直接崩盘。应该可以谈，我以前跟他合作过广告，他对我印象不错。另外我打算压缩女主片酬，男主敲定黎城的话，女主可以选3线实力派或者新人，明言就很合适。不行，女主纯新人或者太糊，男女主毫无 CP 力量，撑不起一幕氛围感，明言最多稳个女二。那就先不管女主，优先把黎城谈下来，男主立得住，整部戏就稳了大半。行，但是你顺带看看这几个备选，性价比更高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别人。我在给我第一部电影选男主角，正在敲定人选。他叫黎城，是现在圈内热度很高的90后男演员，古偶出身，路人盘稳，自带流量。如果能敲定他做男主，能帮我们分担大部分宣发压力，对小成本电影来说性价比极高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是不是看着就让人很有共情欲，很让人心疼？不怎么样。长得还没家里司机好看，你什么破审美？不是，也许某些角度确实比不上吧。他认真起来，韧劲、专注度居然丝毫不输我。
夫人，您醒了，来吃点吧。仲导，我认真看完了你完整的剧本，故事细腻克制，特别打动人，我很喜欢。谢谢你的认可。我们团队预算有限，说实话压力不小。好故事不该被预算埋没，我愿意片酬减半接下这部戏，算是为好作品让步。好，定档半月后正式开机。现在就差女演员张若那边了。仲导，实在抱歉，张若这边临时接到一部大制作女主邀约，档期冲突，你们这部戏我们接不了了，合同违约金我们会照常赔付。这不是赔钱就能解决的事，剧组全员就位，开机在即。你方临时违约，耽误的是整个剧组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和进度。内赔付违约金，流程没问题，仲导抱歉了。西西，出事了，大麻烦！孟念念回国了。她回国跟我们的项目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，孟念念这次回国直接拿到了寰宇1个亿的独家投资，立项了一部暗恋题材电影，买的是顶级热门网文 IP， 监制还是他父亲孟景公。影视行业最忌讳同题材撞堂，先立项、先宣发、先上映的作品会抢占所有市场热度与观众审美，后续同题材作品大概率无人问津，扑街已成定数。更何况孟念念根基深厚，父亲孟景公是斩获柏林金熊奖的国内一线知名大导，人脉、资源、奖项尽数齐全。西西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们这部戏还要继续拍吗？拍。张若那边的违约损失赔了，全部算我。尽快约人面试，1个月之内把国内核心团队全部组建完成。好的，霍总。霍总，年底东城的沃尔斯商业论坛，官方已经确认齐思年先生会出席 C 位，您这边还要如期参加吗？这么难得能和齐总同台的机会，为什么不去？我是不是眼花了？这份参会名单是真的吗？保真，官方刚更新的会议日程截图，齐思年和霍心双双在列，100年难遇的同台名场面。齐总稳坐 C 位，霍总只能靠边，台面差距一目了然。霍总刚回国，资源还没完全铺开，很正常。坐等2位大佬同台对线，打起来！最近新闻你看了吗？看了。吴三霍心此前采访佩戴的金色项链，实为8年前小众情侣款，色泽偏暗，并非高奢珠宝，是早已下架的私人工作室925镀金情侣银链，款式正是小王子与玫瑰，结合时间线，恰好对应霍心与仲熙然热恋时期。100亿身价大佬，常年佩戴平价过期情侣链，用意不言而喻啊。齐总，现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，您和夫人婚姻本质名存实亡，怎么办？删了。是，齐总。李老师，目前剧组突发状况，女主临时换人，我打算让明言接任女主角。她气质贴合，演技扎实，
日常戏氛围感极强，你可以相信我的眼光。是吗？那麻烦仲导把他的试镜片段发我看一下，我参考一下搭档状态。还行吧，可以合作。搞定了，黎城同意换人，女主角定名言了。太好了，妍妍熬了这么久，总算时来运转。西西，你的眼光真的绝了。我这边让人对接你们团队落实合同，我还有事儿，先挂了。等等，先别挂。怎么了？你还没看新闻吧？你老公74年好像要跟霍心一起出席年底的东城沃尔斯商业论坛。跟谁？谁跟谁？要一起出席什么？你前任和现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跟齐总结婚这么久，你们俩是真的从来没戴过婚戒啊？网上发的细节看着还挺真的。你知道74年送我的婚戒有多夸张吗？10几克拉，沉甸甸的，戴手上压的手指疼，根本没法日常戴。再说了，谁没事天天戴着？也是。西西，网上传的是不是真的？4年真的要跟霍心一同出席年底的商业论坛？官方名单出来了，好像是真的。什么叫好像？你怎么这么不上心？4年是你丈夫，他的行程，他的动态，你一概不知。你们这婚姻到底怎么回事？今晚等齐4年回来，我问问。毕竟接下来数月我要全程驻扎剧组，封闭式拍戏，基本不会回家。于情于理，都该提前和齐4年碰面，打个招呼。接下来剧组就要正式运转，我之后要常驻组里，大概率不会回家了。你晚上洗澡了？我先洗澡。你真的要去参加沃尔斯商业论坛吗？要不然别去了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去？我是合法丈夫。可是你跟霍心同台，外界一定会大肆炒作，之前平息的流言都会被再次翻出来，没完没了。而且，爸会不会又因此训斥你？他本就严苛挑剔，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改变态度。有没有论坛，他都会找理由训我，不必在意。哦，那你到时候小心一点。带上。不行，拍戏、画图、盯现场，日常工作繁琐，佩戴这么贵重、张扬的钻戒极其不便，还容易磕碰损坏。这是在拒绝我？
这个太贵重了，容易磕碰，还是戴这个吧。我戴素圈，你戴钻戒。可是钻戒太贵重了，我天天跑剧组、画图盯现场，万一不小心弄丢了，丢就丢了。不过一枚戒指而已，我齐思年的太太丢得起。好。怎么了？西西，出大事了！我们剧组的摄影总监带着整个摄影团队集体辞职了。什么原因？还能因为什么？被孟念念挖走了。他们想跟着孟景公深造，我能理解，但零开机背刺老东家，毫无契约精神。这绝非偶然。撞题材、抢女主、挖核心摄影团队，孟念念从头到尾都是故意针对，步步紧逼，彻底掐断我开机节奏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补缺，我立刻联系圈内空姐团队，你也看看有没有合适人选。临时找人只会漫天要价，我们经费有限，根本耗不起延期的额外成本。有了。我可以找我小时候的摄影老师试试。你小时候的摄影老师？谁啊？水平靠谱吗？鲍老。哪个鲍老？是拿下奥斯卡最佳摄影、业内封神的那位鲍老吗？是。我的天，他居然教过你摄影，你怎么从来不说？孟景公的最佳摄影奖项次次都输给鲍老，请到他我们根本不怕孟念念。其实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毕竟我和鲍老并不算私交深厚，再加上近几年鲍老年近70，早已退隐圈外，极少接商业项目，唯一的情分不过是我每年过年都会跟着齐思年登门拜访，维系微弱人情。但眼下剧组无路可走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也必须尝试。你们小夫妻一前一后过来拜访，倒是默契。就是谁也没提前跟对方说一声。他这几日忙着剧组筹备，日夜操劳，我不想打扰他工作。快进来坐，别站在门口。你怎么也过来了？来谈明年骑士的年度广告拍摄，而且骑士历年广告大片向来都是鲍老掌镜，从未高攀。我来吧。还是您这里的炭火煮茶，味道最醇厚。炭火慢煮，烟火气足，水甜茶更香。你是客人，哪里用得着你动手？我来就好。不用，他年轻，照顾您是应该的。思年啊，你可别总这么冷淡，不疼媳妇。现在外面多少人揣测你们夫妻不和，你再这样，小心西西被别人抢走了。您放心，抢不走的。
没事吧？烫得严重吗？没事儿，就溅了一点点，不碍事的。很疼？不疼，就是水太凉了。思年这孩子，典型的关心则乱。既然没事，你去厨房帮师娘打打下手。好。老师，除了骑士年度广告的事儿，我还有件事儿想拜托您出手相助。我就说你们小夫妻一前一后专程过来，绝不会只是单纯喝茶闲聊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西西新开的电影项目临近开期，核心摄影团队被孟景公挖走，剧组当下无人掌镜，想请您救急。这个孟景公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一般小肚鸡肠，爱搞同业打压的手段。我倒是看不懂你，今天专程过来替你太太求人，费心费力，可平日里待人又冷淡，还总习惯性使唤她做事，你到底是疼她还是不疼她？哎呀，西西在厨房帮忙，衣服不小心溅上水弄脏了，我去找件我的衣服给她先换上，别着凉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怎么干过厨房的活儿，反倒添麻烦了。西西年纪小，身形纤细，你老人家的衣服宽大老旧，她怎么穿得合身？别折腾了，你带她去巷口商铺买件新的应急。不用麻烦，穿我的就好，车里有备用衬衫。谢谢。其实今天不用多说了，思年刚才都跟我交代清楚了，这活我接。我闲退好几年了，正好也想跟你们年轻人合作，找点创作新鲜感。素来冷淡的他，为什么会悄悄提前替我铺路，恳请恩师帮忙？谢谢你，今天帮我请鲍老出山，帮了剧组很大的忙。只是鲍老自己闲得无聊，想付出跟年轻人合作，我不过是顺嘴提了一句而已。我还没洗澡。我浮空着不去想你，你的身影慢慢一秒送你出现，我就被今晚大概率要履行夫妻本分。哪怕这里有多肮脏，哪怕错是你因为错 I'm stay by your side， 无论怎样，无论怎样 alright， 想念你我对白。我们成大拍摄审批门槛很高，很少对外开放取景。这次多亏孟导监制的项目，换做别的剧组，基本批不下来场地。孟念念，你们不仅挖我团队，撞我题材，还提前一步抢占最优拍摄场地，这仇我记下。刀，
成大这边拿不到审批了，要不然我们换西影的校园场地。可以，就定西影。你别自作多情了，人家现在嫁的风光是齐太太，过得风生水起，哪里需要你上前拯救？跟你无关。西西，康季，年少时我和霍心相恋，跟康季几人相熟。可自从和霍心分手，我也可以切割了所有相关人脉，断了所有联系。有空吗？喝杯东西，就几分钟。不了，我剧组还有事，比较忙。就几分钟而已。你跟霍心分手，恩怨归恩怨，不至于连我这个老朋友都刻意回避吧？到，我去车上等你。不急。还记得你以前不爱吃甜，只喝减肥。今天我和霍心、孟念念纯属偶遇。霍心跟孟念念从来没有在一起。这些年，他身边空无一人，一直是单身。都与我无关。当年你突然结婚，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，霍心整个人彻底垮了，连着好几天不眠不休，把自己关在房间，谁都不见。抱歉，我不是喜欢追忆过去的人，旧事过往，我早就放下了。算了吧，霍心，他现在心态很稳，完全不想触碰以前的事儿，根本聊不进去，也正常。霍心，别这么做。4年前我告诉自己算了，结果后悔到现在。这一次，谁都拦不住我。谢谢你们愿意将西影校园取景场地借我们拍摄。没事，不用客气。到，该走了。导，坏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剧组又出问题了？齐总，网上爆出了仲导和霍总早年的情侣项链旧照，词条已经爆热搜了。撤掉热搜。是。什么情况？这是霍总亲自下场买热搜，跟齐总对线。你快看，虽然各大平台全撤干净了，但是唯独飞客短视频还稳稳挂在热搜第一。霍总这波硬刚，我服了！我的天哪，这就是大佬修罗场吗？
爸，您不用这么疑神疑鬼。我跟齐思年短期内没有离婚的打算。什么叫短期内？长期也不须有。你们婚结的安稳最重要。你什么时候带思年回家吃饭，稳固一下感情？过阵子吧，我马上进组封闭式拍摄，没有空闲时间。仲小姐，齐总今晚临时飞往东城出差，整周都不会回城，特意让我告知你一声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辛苦你了。看来齐思言并没有因为全网情侣项链的旧事动怒，这下我可以专心在剧组待着了。这天桥不行，你们再找找。好的。西西，我听到一手消息，孟念念之前盯上了骑士大楼的跨楼天桥，结果被骑士官方直接拒绝了，半点情面没给。别人接不到，但是你可以啊，那可是你老公的产业，咱们去借来拍戏，绝对稳了。是那个骑士南北2座大楼矗立长街两侧，10层高空的跨楼天桥，简约高级，视野开阔，直面城市天际线，氛围感绝佳。是圈内公认最出片的高空取景地的那个吗？没错。据我所知，骑士天桥从不对外商用，只用于自家广告拍摄。没错，骑士大楼从不外界拍摄，这是齐老先生掌权时就定下的规矩，只拍自家内部广告，不接任何外组项目。可是现在市面上根本找不到质感匹配的场地了，你不想咱们电影的重头戏惊艳出圈吗？再说了，自家场地，齐总肯定不好意思收你场地费，还能省下一大笔经费，一举两得。可我先生大概率不会同意，投资都愿意给你让步，借个场地而已，多大点事儿，你好好求求他呗。我再多挑几个备选场地，实在不行再说吧。道，这家红房子咖啡馆氛围感不错，装修风格贴合剧本，要不要下车看看？下车考察一下。又撞景了，可惜这家咖啡馆我已经提前敲定签约了。看来我们师出同门，品味还真是一模一样。没什么可惜的，我本来也没打算订这家，远看氛围感尚可，近看装修粗糙老旧，细节质感太差，撑不起我们影片的镜头要求。你也只能这样虚伪的自我安慰了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霍心为什么对你这种虚伪冷淡的人念念不忘，甚至专门打电话给我，劝我放弃同题材拍摄，处处护着你。你这么喜欢他，大可以自己试试嫁人，没必要盯着我。我警告你，离霍心远一点。孟念念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什么叫仲熙然离霍心远一点？人家夫妻恩爱，如漆似桥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
要远离也是霍心离别人太太远一点。以你现在的圈内咖位和资历，还不配跟我对战。真有意思，从头到尾就靠导演老爸铺路，还装得一身清高。我最烦这种靠关系不认账的人。谢了。不用谢，就当是补上上次冤枉你的人情，2清而已。你不会真看上这家店了吧？没有，我就说审美在线的人都看不上这里，土的掉渣，也就孟年年这种品味会当成宝。你紧张吗？紧张什么？你老公和你前男友马上要同台商业论坛，同台表演了。我不紧张，我看你倒是挺紧张。我这不是紧张，是纯粹兴奋，就等着看你老公和你前任同台修罗，纯纯吃瓜看戏而已。你带着这么贵重的钻戒出来跑外景看场地，胆子也太大了，不怕被抢啊？没事儿，这是假的，你骗鬼呢？假的怎么会这么通透闪眼？质感根本不一样。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尺寸这么夸张的钻戒，能不能拍张照片开开眼界？你要不戴上试试？算了算了，婚戒是夫妻信物，我外人戴不吉利，我就拍张照片就行了，已经很满足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了哈。刚刚有现场工作人员爆料，霍心人超级温和，对谁都客客气气，周到体贴。刚才工作人员聚餐吃小龙虾，还特意喊他一起入席。底下网友都在问齐总去哪儿了，工作人员说齐思年不吃小龙虾。齐思妍向来不吃待客食物。你不点开看看吗？现在网上全都蹲疯了，就等他们俩同台对剑。直播间200多万人在线，平台都差点卡顿崩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霍心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霍心状态也太好了吧，专业过硬还风趣幽默。西西，你说实话，你挑男人的眼光是真绝，前任现任全是顶级大佬。哇塞，你老公出来了！此次我演讲的主题是转型布局，这里我会从观点到。走吧，今天的场地考察就到这里。是不是都很差？西西，你还是去求求齐思年，借用骑士天桥场地给我们吧。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自由提问环节。西西，你快看，自由提问环节开始了，肯定有人借机打探私人感情八卦呀。霍总，请问我可以提问一个偏私人的问题吗？当然，我不介意。我注意到霍总今天一直佩戴着一条项链，这条配饰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吗？这条项链是我大学时期送给女朋友的礼物。
那时候他家境优渥，随便一只包包都抵得上普通人一套房。我彼时一无所有，囊中羞涩，只能买得起这条200多块的情侣链。他从来没有嫌弃过廉价，一直很喜欢，格外珍惜。但我时至今日依旧觉得亏欠，当年委屈他了。借今天这个公开的机会，我想跟他说一句对不起，也认认真真说一句谢谢。哇，那请问这位特殊的女朋友，算是霍总心里永远的白月光吗？当然。那她如今已经结婚，在您心里依旧迷恋吗？我的天！这么多年，她在我心里从来没变过，依旧是当年那个单纯、有点娇气的小女孩。那霍总是否认为，哪怕对方已婚，也不会阻挡你的心意？外界甚至调侃，您这算是在别人的婚姻里站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。不被爱的人，才是可怜人。谢谢霍总的分享。接下来我们进入齐总的自由问答环节，现场有问题的观众请举手。好，第2排这位穿白色衣服的女士，请提问。不好意思，稍等。看来是紧急工作消息，是什么重要信息需要齐总在台上亲自回复？难道是价值数十亿的大订单吗？不是订单，我太太发来消息说北城今晚下雪，问我何时返程，打算来机场接我。看来齐总与齐太太的感情真的非常要好。确实。我注意到您手上的婚戒了，之前有网友热议说您婚后几乎从未佩戴过婚戒，今天特意戴上，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？我和我太太性子都比较随意，
感情深浅，从来不靠这些外在物质定义。但既然有人特意拿这点做文章，无端揣测攻击，我们也不介意多费些心思，赌上悠悠众口。那请问齐总，您会刻意去追问太太过去的感情经历吗？不会，谁都有过往，过去的事，过去了便翻篇了，没必要紧抓不放。那您觉得，如果婚姻中出现了其他的感情牵扯，您会选择结束这段关系吗？这种假设，在我这里不成立。我太太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，她就算不喜欢我，也只会光明正大跟我提分手，不会找外人来侮辱。你老公也太会秀了，这波反击直接杀疯了。那我们能有幸看一下齐太太发来的那条微信吗？幸好我提前发了，完美接住了齐思年的公开铺垫，没有留下任何破绽。齐总看一眼，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。手机比较私人，但大家这么感兴趣，就给主持人看一眼吧。是齐太太新发的消息，上面写着手机不许给别的女人看哦，后面还带了一个很可爱的赌气言字母。哇，没想到齐太太私下这么可爱，喜欢用萌萌的表情包。上一条消息是北城今晚下雪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我去机场接你，同样带了一个可爱的颜文字。两条消息都是实打实的私讯，太甜了。对不起齐太太，我冒昧偷看了齐总的私人手机，真的非常抱歉。齐总，我擅自看了您的手机，这下怎么办呀？你问我，好像没办法交代的人是我吧？搞不好回去要跪搓衣板了。所有拍摄场景地点都敲定了，就差最后一个天桥镜头。我们先去骑士大楼吧。西西，你看这景色，还有比这儿更适配剧本夕阳系的地方吗？你就求求你老公，把这里的拍摄场地批给我们就行。我不是不想，我是真的开不了口。我知道你从小到大从来不会求人，就连这场婚姻也是齐思年主动开口，家里长辈催促促成，你只需应允，从未主动低头求人。但是我可以陪你练习，练熟了就敢说了。这还能练习？明天分公司的会议取消，订今晚的机票回北城。好的，齐总。我去洗手间。
怎么了？刚刚霍总也进去了，两位不会撞上吧？齐总，霍总，齐总既然洗完了，可以不要站着不属于你的位置了吗？霍总心情不好，这点小事我不跟霍总计较。齐总的那点伎俩，以为骗得到我吗？西西以前最讨厌的就是颜文子，他不会发那种带颜文子的微信。人是会变的，霍总对他的了解还停留在4年前，但4年时间足够改变很多人和事。霍总就在这儿慢慢缅怀过去吧，我失陪了。你无非是找到个好时机，用钱绑住他罢了。假如不是当年我们分手，不是众家资金链踩踏，她走投无路，她会嫁给你吗？你跟我谈嫁入，真可惜，托霍总的福，我顺利娶到了我太太。多谢你当年放手。我这儿有我们见面的录音，齐总敢听吗？你敢告诉他，你一直在偷偷录音吗？可你不爱他，西西，在一起那么久，骗不了我。不爱，但他是我先生。齐总，现在还不愿意放手吗？霍心，你费尽心思就为了给我听这个？我本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把柄，现在看来，我太太分寸把握得极好。若是她真有二心，你不会只拿得出这一句模棱两可的话。你出国数年，依旧没学会真正的商人行径。我这个人向来为结果论，过程如何我从不在意，结果好，一切便都好。这些虚无的过往，我统统不介意。我只要他稳稳待在我身边，就够了。齐总，你还好吗？没出什么事儿吧？霍总，能有什么不好？霍总是我很欣赏的企业家，我们私下交流几句，总不至于在公开场合争执打闹。是我多虑了。你还在忙吗？不忙，正准备和霍总一起去晚宴用餐。那你今晚几点的航班？我去机场接你。太晚了，天气凉，不用你接，乖乖在家等我就好。那好，我等你回来。走吧，霍总，晚宴还没开始，还吃得下吗？趁现在没人，把我今天教你的话术再练一遍。
你别害羞，跟我学。老公，你那个办公楼天桥场地可以借我拍几天吗？我真叫不出口。我们平时相处很清淡，从来不会这么称呼对方。你就当自己是拍戏，为了剧组经费省一点是一点。都结婚这么久了，喊句老公怎么了？难不成豪门夫妻都只喊先生，这么装吗？可是我真的不习惯。别磨磨唧唧的，克服羞耻感。来，喊老公。老公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，非常好。再来一遍，声音大一点。老公。再大声，彻底克服尴尬。老公。你叫我什么？再叫一遍。老公。练习这么久，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我想借骑士大楼的天桥拍剧组的夕阳戏，就拍几天，不会耽误大楼正常运作。准了。这么简单？太太开口，什么时候需要复杂流程？今天直播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本来就是我该做的。不是你该做的，是我该护着你。我知道你从前有过往，我也不在意你，我只在意你的现在和未来。那句录音我听过就忘了。钟熙然，不用勉强自己迎合我，不用刻意演戏，不用怕谁的挑衅，在我这里，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。齐思年，我以前不懂，但现在我很确定，我是你的太太，从来不只是身份，是心甘情愿。过去我不想缅怀，未来我只想和你一起。